给大家分享一个搜话题：周杰伦起诉网易不正当竞争，2审被驳回，公众人物应对话题有容忍度。法律意义上如何看这一判决结果？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评论。这件事看起来很有意思，但我觉得网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说点简单的，就是网易推广自己的游戏，天涯3的时候拿周董的演唱会门票当推广，其实游戏里面的周董元素都没有被法院认定。周某就起诉网易，认为网易的行为对周杰伦及其音乐作品的不正当竞争。这个说法本来就是很搞笑的，就是你的门票本身就拿来卖的，使用网易也是正规渠道购买，又不像大麦一样垄断了票源，然后就是做周边的时候发给了大家，这构不构成垄断都另说，怎么会跟你构成不正当竞争呢？我们在学不正当竞争的时候，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相关市场，就是双方只在某个领域构成相关市场，才能较有竞争关系。使用网易是游戏公司，你是音乐制作人，你的受众也不一样。从消费者偏好出发，喜欢听歌的也不一定叫玩网易，就叫八竿子打不着了。周董起诉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我们看法院认定与理由：一、行为的普遍性与无盈利性质。法院认为周杰伦新专辑相关的热搜话题、词条、宣传报道极为普遍，这表明相关内容的传播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天下3微博自费转发、抽奖等回馈玩家行为被认为无盈利性质，即该活动未不直接为网易带来经济利益，未违反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法院指出，天下3的被控行为难以让公众产生周杰伦与该游戏存在代言、授权等联想，因此未违反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3、缺乏证据支持。周杰伦和杰威尔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网易通过上述行为获得了竞争利益或攫取了通过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产生的经济利益。4、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作为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周杰伦应该对网络上提及其的话题有一定的容忍义务，这是基于公众人物身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他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社会舆论的关注和评价。我知道你们看不懂，跟你们翻译一下，就是说呢，1和2网易的行为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周董的宣发铺天盖地到处都是，网易只是发票，从来没有说周某是代言了网易的游戏，而且网易发票的时候也没有做这方面的暗示，就不存在直接带来经济利益。潜台词你说的网易不正当竞争、攫取利益，根本就没有利益。3、统1和2，就是你非要说别人是不正当竞争，损害你周某的利益了，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或者说是不正当竞争导致的，比如说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认的宣传。其实周某都没有证据，网易就是网上发了个票。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实就是6类：混淆、商业贿赂、引人误解、虚假宣传、不正当有奖销售、商业诋毁。周某想的其实是大家会误解，但网友的意思就是不是就发了一个宣发，怎么就误解了呢？所以法院敬公众人物对话题应当有基本的容忍程度，没有任何问题啊。哥们打了1000多字儿，最后来个总结吧。其实这次法院判没什么问题，只有点应激了。